30天后这里必须拆，你守着这片死海有什么用？这片海不是死的，是因为你们才变成这样的。林总，别跟他废话了，这破观测站早就该拆了，臭烘烘的，多影响我们化工厂的形象。赵平，别给脸不要脸，政府的批文都下来了，你拦不住的。你自己看，重金属超标30倍，富营养化超标50倍。你们为了建厂，偷偷往海里排了多少污水？再这样下去，全村300多户渔民拿什么养家糊口？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这是安置费，够你花半年了。渔民去我的化工厂上班，每个月赚5000，比钓鱼强10倍。我的观测站不卖，这片海也不卖。你们想建厂，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给脸不要脸是吧？把他给我拖出去！不等了，观测站今天就拆！住手！谁敢动赵平一下，先过我这关！老村长，您怎么来了？这是我和赵平之间的私事。赵平是我们全村的恩人，要不是他，去年的赤潮我们就全完了。你们想拆观测站，先把我们这些老骨头都拆了吧。好，很好。既然你们这么护着他，那我就明说了，谁要是支持拆观测站，化工厂招工优先录取，每个月再加500块奖金。你们糊涂啊！为了这几个钱，就把祖宗的根给卖了。海没了，鱼没了，我们还能活吗？工厂能开一辈子吗？看到了吗，赵平？这就是现实，没人会跟钱过不去。30天后我再来，希望到时候你能识相点儿，别逼我用强。他以为自己能守住这片海，却不知道最致命的背叛已经在他身后发生了。平哥，对不起，我妈等着钱做手术，我真的没得选。大强，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我有点饿了，去村口小卖部买包泡面。做得不错，这是你的20万。记住，今天晚上的事儿烂在肚子里。我知道了。妈，我对不起平哥，我拿了这笔钱，这辈子都还不清了。赵平，你自己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网里全是死鱼。不可能，我明明已经调整了生物酶的剂量。刘大强用兄弟情换来的救命钱，拯救了自己的小家，却不知道一场更大的灾难
正在向他们逼近。赵平，你怎么搞的？赤潮都爆发成这样了，限你3天内清理完所有死鱼，否则观测站必须强制拆除。王科长，这不是我的问题，是林浩的化工厂偷偷排污。没有证据就别说这些没用的。现在所有责任都在你这个观测站负责人身上。3天，就3天。爷爷，我该怎么办？我连你留下的观测站都守不住，连这片海都守不住。爷爷说过，这个记录器陪他在观测站守了40年，一次都没离开过他身边。他走的时候，我答应过他，要替他继续守下去。赵平，我听说你那边出事了，别在近海死磕了，跟我去深海。我手里有个废弃的钢铁平台，代号黑金号，离岸150海里，咱们搞生态海钓，肯定能成。近海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深海藏着无限可能。爷爷，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赵平，快点儿！来了，再晚就赶不上潮汐啦！他告别了守护5年的近海，向着未知的深海出发。他要为所有渔民夺回属于他们的蓝色家园。怎么样，赵平？这就是黑金号，虽然锈了点，但骨架硬得很，再撑30年没问题。这平台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这操作室我让人简单收拾过，电瓶换了新的，声呐和水下摄像头都能用。你看看还缺啥？我让人从岸上运过来。我去外面等你。爷爷，我把你的记忆带到深海了。这一次，我们从头开始。发！这玩意儿要真能引来大鱼，咱们就发了。先别高兴太早，这里的水温、盐度、洋流都和近海完全不一样，配方可能需要重新调整。6个小时了，一条像样的鱼都没有。赵平，你这配方到底行不行？强流速度比预期快了至少3倍，诱饵还没扩散开就被冲走了。我得重新计算投放坐标。金三爷，这就是你说的生态海钓，用几个破铁桶装点馊水往海里倒，也叫技术。我们龙沙俱乐部随便一条船出去，半天能拉回来2吨渔获。你们呢？引来几条小银鱼了？姓魏的，你说话注意点。我们是搞生态修复，不是你那套野蛮捕捞。三爷，别跟他争，数据会说话。数据好啊，那就看数据。这是龙沙俱乐部去年的渔获量，月均18吨。你们的生态海钓呢？0。赵平，你在近海折腾了5年，折腾出什么结果了？赤潮1年比1年严重，现在跑到深海来，打算再折腾5年？看在金三爷的面子上，我给你们1个月时间。1个月后，我带龙沙最好的船来跟你比一场。你要是输了，这个平台归我，我改造成私人海钓会所。你要是赢了，哼，反正你也赢不了，我可没时间陪你们在这儿耗着。这小子仗着他老子有钱，狂得没边了。赵平，你别往心里去，1个月够咱们折腾的了。1个月30天，和化工厂拆迁的最后期限一模一样。
水温高了2度，盐度低了3/1000，洋流速度是近海的3倍。诱饵还没扩散开就被冲走了，配方必须重新来过，从零开始。大强，这些数据我让人分析过了，你先在近海试养一批底旗鱼，用这个配方，要是成了，我化工厂的养殖车间就提前启动，你当技术主管。林总，这个配方是平哥的，我偷了他的数据，现在还要用他的配方搞养殖，这不好吧？你妈的手术排上号了吧？20万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再加10万。但你得记住，你现在跟我是一条船上的人。赵平已经去了深海，没人会回来追究这些数据是谁投的。赵平，出事了！刘大强拿着你的实验数据，给林浩的化工厂搞起了养殖试验。老村长拦不住，渔民们都说你跑了，不管他们了。你快回来吧！平哥已经走了，这数据留在这里也没人用。我只是借用一下，等养殖成功了，赚了钱，我就还给他，我就还给他。好像有效果，平哥的配方果然是对的。只要这批鱼能养成，我就能证明我不是只会偷东西的废物。刘大强，你在干什么？赵平刚走，你就偷他的配方给化工厂搞养殖。你看看这海，才刚刚清了2天，又死了。老村长，你听我解释，是化工厂排污，对，一定是化工厂又排污了。赵平跑了，你又在背后捅刀子。你们观测站的人没一个好东西，砸了，把这破观测站砸了，反正下个月就要拆。别砸，求求你们别砸，这是平哥的观测站，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别砸！都住手！你们砸的是赵平的家，他守这片海守了5年，你们谁家鱼塘出问题，不是他半夜爬起来去测水质的？就算他走了，这观测站也是他的根啊！都听见没有？你们砸了观测站，是在断自己的后路啊！他没骂我，他居然没骂我，可我做的一切，平哥会原谅我吗？赵平走了，但观测站还在。你现在是这里唯一懂技术的人了。林浩给你的那个配方不要再用了，那是赵平的心血，不是拿来给化工厂糟蹋的。林总，养殖试验失败了，不过也无所谓，反正那些死鱼又算不到咱们身上。渔民都以为是赵平阳的配方有问题，正好帮咱们转移了注意力。等这阵风头过去，化工厂的施工进度照常推进。一晚上没睡，咖啡先喝了。观测站又跑不了，玻璃碎了可以换，一切坏了可以修，人才是最重要的。王姐，你为什么不骂我？我做错事了，平哥的数据被我糟蹋了，养殖搞砸了，渔民现在更恨观测站了，我什么都搞砸了。大强，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辞职吗？工资是低，可赵平比我还穷。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一半拿去买试剂，一半寄回老家给他奶奶。他知道观测站人手不够，从来不说让我留下，但每次我写辞职书，他就默默帮我把采样任务多分担一半。这样一个人，你觉得你偷了他的数据，他会不原谅你吗？林总，市环保局发来问询函，几天前有人匿名举报咱们近海排污，附了水质监测数据，举记人没署名，但数据格式和赵平观测站用的模板一模一样。那就只有一个人了，刘大强。哼，他前脚帮我搞养殖，后脚就举报我，打电话让他马上来见我。林总让你来一趟厂里。他知道了，知道是我举报的了。大强，我陪你去。大强，这卡里是你妈下一阶段的医药费，你要记住，数据是你偷给我，养殖是你搞砸的，举报的事儿我不追究，只要你从现在开始管好自己的嘴和手就行。林总，你这是在威胁他。林总，这钱我不要了，我妈的手术排上号了，钱我会自己想办法还你，但平哥的配方我不会再用了。不用想着还钱，20万我已经打到你账户上了，收不回去。但从今天开始，观测站的实验室里不能再出现任何对我化工厂不利的数据，否则下次来的不是问询函，是你妈的手术取消通知。听懂了吗？大强，林浩刚才的话你听清楚了吗？他查到了你妈的住院记录，这不是威胁，这是他在告诉你，他能碰到你妈。我知道，所以我刚才不敢说一个不字。王姐，我现在怎么办？我不能让我妈有事儿。林浩说不能再出现对他不利的数据。好，那我们就暂时不测排污口，但令海其他区域的水质数据照样采集，水温、盐度、溶解氧、浮游生物密度，这些数据跟他化工厂没关系，他管不着。林浩可以堵住我们的排污监测，但堵不住整片海的变化。我明白了，我们不跟他硬碰，但也不当瞎子。这次投放深度200米温涌层，那里的水温和密度能让诱饵悬停至少4小时。金三爷，成败在此一举。不急，这次咱们稳扎稳打。你改了3天3晚的配方，老天爷也该给个面子了。
这次小鱼来的比上次多，那活性带配方看来是走对路了。不急，陈教授说过，大型掠食鱼的嗅觉阈值比小型鱼高至少2个动作级，浓度还没到峰值，再等等。来了，这次没停，他在直接靠近投放笼，至少2.5米。赵平，你看这个火光，他没犹豫。爷爷，温月层悬停成功了，他没有像上次那样掉头，浓度实质达到了。排污探头的网线我拔了，但这台仪器的核心芯片没问题。等我把外壳矫正了，换个新探头，照样能测近海水质。0号不让我们碰排污口，我们就从外围包抄，水温、盐度、溶解氧这些数据攒够了，一样能画出污染扩散图。王姐，你说平哥要是知道我们在偷偷攒数据，他会支持吗？他会。赵平这个人嘴上不说，但他要的就是这片海好，怎么做到的他不在乎。大强，你别总觉得欠他的，你现在做的事就是在还。再还？对，我欠他的得还。大强，这是村里17家凑的，你妈的手术费还差多少？你说个数。老村长，我不能要，上次我就说了，我自己想办法。你妈的手术排到下周1，以你现在的工资，拿什么还那个0号？大强，大家砸过你的观测站，心里有愧，这钱不是施舍，是赔礼，你不收。大强，收下吧，这也是大家的一份心意。我给大家写借条，每一笔都记好，以后慢慢还。他来了，徘徊了40分钟，然后走了。配方能吸引他，但留不住他。问题不在浓度，是缺了关键成分。我得去找一个人。找谁？海洋大学的陈教授，他是最权威的专家。以前爷爷带他出海做过调查，我见过他的名片。观测站窗前，刘大强第一次写下自己的承诺，而深海平台上，赵平决定回岸寻找答案。一个用借条赎回信任，一个用配方守护大海。而距离化工厂拆迁和魏泽的赌约只剩下21天。陈教授，打扰了。我在深海做生态幼鱼试验，温泊层悬停成功了，也引来了大型目标，至少2.5米，可能是蓝鳍，但它在投放笼旁边徘徊了40分钟，最终没有咬饵。我分析是配方缺了关键成分。我的制剂是针对小型鱼群的氨基酸组合，您能帮我看看吗？让我看看你的配方。你的配方基础方向没错，但大型掠食鱼的嗅泡上有一种特殊的受体蛋白，专门识别特定藻类释放的活性肽信号。你的配方里没有这个成分，所以他不认为这是可靠的食物来源，判断这气味不靠谱就走了。那这种活性肽在什么生物里含有？深海马尾藻，从它的液晶体里提取的活性肽，在低温高压环境的气味释放曲线更稳定。你拿回去试试，按1/1000的比例加到你的配方里。这篇论文里有详细的提取方法和浓度曲线。陈教授，这太贵重了，这是您还没发表的成果，我不能就这么拿走。科研成果如果不能用来解决问题，和废纸有什么区别？赵平，你脖子上那个水文记录器是老赵师傅的吧？20年前我还是博士生，在滨海做近海生态调查，租的就是你爷爷的观测船，他帮过我，我现在帮你，天经地义。东西拿到了，陈教授怎么说？拿到了，他说了，这片海是他和爷爷20年前一起守护过的，他会全力支持。金三爷，这次回去，我们一定能成。21天的倒计时，真正的对决才刚刚开始。活性肽已经充分溶解了。这次投放深度，温泊层界面以上50厘米，让诱饵顺着密度天际自然沉降。金三爷，绞盘速度每秒半米，不能快。每秒半米，记住了。你放心，这双手开了20年绞盘，还没失过手。小数点后2位，别偷懒。赵平以前每个数据都记到小数点后2位，连水温都精确到0.01度。记住了，小数点后2位。王姐，你说平哥在深海现在在干嘛？4个小时了，小鱼信号比上次多了不止1倍。你那活性肽是真的有用。陈教授说过，活性肽的气味释放曲线是慢热型的，峰值浓度在第4个小时才达到。再等等。这次没停，他直接冲着投放笼去了。赵平，你看这个光端，他在咬笼子。你的配方成了。爷爷，配方成功了，他没有犹豫，气味信号的浓度和成分都对了。蓝鳍金枪鱼这次真的来了。大强，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父亲摔了，髋骨骨折，需要人天天照顾。我弟在外地打工回不来，我得回去。王姐，你要走？那观测站？观测站就交给你了。
这本手册里有所有标准操作流程，按这本书来就不会出错。扉页上我给你写了一句话，你以后到搞不定的问题就翻到这页看一眼。王姐，数据上有任何异常，随时打给我。观测站我会守好，等你回来的时候，所有仪器保证都是准的。金三爷，你看，蓝鳍金枪鱼至少2.5米，它虽然最终没有完全咬开龙体，但它的行为已经是确认猎物信号的反应，配方成功了。真成了，我就说你小子行。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要不要直接把视频发给魏泽那下小子，让他趁早认输？不急，我需要更多数据。另外，陈教授那边我答应了把实验数据发给他，这篇论文也有他的成果，还有19天，够用了。林总，第三方独立采样的检测报告出来了，你化工厂周边海域的水质数据和举报人提供的数据基本吻合。环保局综合评估后决定，你厂施工暂停，排污系统限期整改，这是书面通知，整改期限30天。感谢王科长公正处理，我们一定配合整改。上次让你查的人，他母亲今天手术对吧？我要知道他术后哪天出院，出院后住哪里。另外，帮我查一下龙沙海钓俱乐部的那个姓魏的，我要他的联系方式。王姐告别了观测站，刘大强第一次独自扛起全部责任。赵平的配方成功了，而对刘大强来说，他一个人坐在这间赵平爷爷传下来的实验室里，还不知道林浩的手已经伸向了更远的地方。魏总久仰，听说你和赵平有个赌约，1个月之内谁能在深海钓到蓝池金枪鱼、黑金号就归谁。现在还剩18天，我手里有他的配方数据，不是偷的，是他观测站里存档的实验记录，要不要一起合作？合作？林总，我和赵平是比赛，不是战争。你要我对付他，你有什么资格？我的化工厂因为赵平的举报被叫停了填海施工，你我都不喜欢他，你喜欢赢，我喜欢他消失。你和他赌的是黑金号，我要的是他在深海待不下去，滚回近海，别再碰我的排污数据。我们的目标都不冲突。有点意思，你想怎么合作？你从早上做到现在就没挪过脚，数据什么时候都能整理？不行，这些数据必须趁热整理出来。陈教授那边还在等我发过去，先歇会儿。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给了我，我不能让他白等。另外，魏泽的比赛只剩18天，光靠一次成功还不够，我得摸清楚鱼群出现的规律。你妈那边手术已经排好了，明天上午第1台。我让张家的媳妇儿去医院帮忙守着，你不用太担心。谢谢老村长，明天我早点把数据采完，然后赶去医院，不会耽误晚上的水质记录。这次用的配方在活性肽基础上加了一点辅助成分，可以延长诱饵在温蛰层的悬浮时间。如果这次也能引到大型目标，就说明配方是可重复的。金三爷，第4次了，你放心，这次要是再引来蓝鳍金枪鱼，我直接录视频发给魏伟泽那小子，让他好好看看什么叫生态系统。林浩的施工被叫停，他把赌注压在了魏泽身上。他不知道的是，魏泽这种人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当别人的棋子。pH 值7.9，溶解氧6.1，盐度34.3，今早的数据一切正常。妈，观测站的仪器都校好了，玻璃也换了新的。等你出来，我跟你说说我最近做的事。我欠了很多债，但我在一点一点还。数据发给陈教授了，水温、洋流、鱼群行为全都整理好了。你小子做事就是较真儿。对了，昨晚我跟岸上的老伙计通了电话，听说林浩的施工被环保局禁停了，姓林的肯定气得跳脚吧？施工期停只是30天，和我们剩下的时间一样长，林浩不会就这么认输的。手术很成功，肿瘤切除得很干净，接下来需要住院观察2周，后续再做2轮化疗巩固。你是病人家属，先去办住院手续吧。谢谢医生，谢谢你，我这就去办。又来了，第4次，连续2次都引到了大型目标。第4次，配方可重复，不是偶然，是规律。爷爷，陈教授，你们看到了吗？生态诱鱼技术真的可以稳定的引来蓝鳍金枪鱼。母亲的手术成功了，刘大强在病床边完成了今天第2次水质记录。深海平台上，赵平用第4次投放验证了配方的可回复性。2个人都守住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但真正的风暴还未来临。3次投放，不对，按照林浩的说法已经4次了，4次都集中在同一个温正层界面，这不是运气，是科学。如果我真的按林浩说的提前在比赛海域布设陷阱，赢面很大，但林浩这种人会把所有筹码压在别人身上吗？你看，连这种小飞鱼都知道往黑金号底下钻了，你那活性肽把这片海域的鱼都养肥了。等魏泽比赛的时候过来，发现鱼全在咱们这边，看他什么表现。金三爷，别掉以轻心，我们成功了4次，或者水温出现异常变动，鱼群可能不会来，还有16天，我得准备至少2套备用方案。林浩以为我会照着他的坐标去对付赵平，他太小看我了。我会用自己的船、自己的设备、自己测出来的数据和赵平比。我要赢，但我要赢得让所有人都没话说。至于林浩，他的数据我用不用，什么时候用，由我说了算。第1次失败，第2次部分成功，第3次成功，第4次可重复。爷爷，4步走了5年，近海失败的那5年，其实每一步都算数。还有16天，我要让所有人看到，生态技术不是空话。
这片海值得被守护。林浩在备用方案上圈出了观测站的位置。30天倒计时已经过半，每个人都在为最后的对决做准备，但真正的风暴总是从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方向袭来。第5次了，金三爷，这次我把投放坐标往东偏了0.3海里。如果这个位置也能引到大型目标，就说明配方对不同温跃层坐标都有效。备用方案的数据就看这次了。收到，够精细。你这是在给自己准备后手，防着比赛那天出岔子。我懂。设备齐了，明天我的船先出海做一次独立探测，不靠林浩的坐标，用我自己的声纳阵列扫描温多层。赵平能做到的事，我魏泽凭什么做不到？他花了5年，我有龙沙最好的设备，不需要5年，15天够了。大强，你看这里，公示期就15天。这个预留区域是不是指观测站这边？这种写法通常是故意模糊，我得把这文件扫描发给王姐看看。林总，公示文件签好了，今天下午送去市环保局。另外，魏泽那边订了一批新的深海探测设备，他看起来在准备自己的出海计划，没有联系我们。有意思，我给他现成的坐标他不用，偏要自己从头测。没关系，让他测，只要他想赢，迟早需要更多数据，到时候他会主动来找我的。又来了，第5次换了坐标，照样能引到鱼。赵平，你的备用方案数据拿到了？水温、洋流、鱼群反应时间都和第4次基本一致，配方对不同温跃层坐标的适应性验证通过。金三爷，现在就差最后一个，明天我们做第6次投放，测试极端攻炮。老村长，公示期就15天，我必须在公示期内把反对意见交上去。明天我就开始整理。林浩想用模糊坐标蒙混过关，我们就用数据说话。好，我去村里找人写联名信。这片海养活了我们3代人，不能毁在我这一代手里。这次深度如果也能稳定引到鱼群，主方案和备用方案的数据就全部齐了。第6次了，从第1次被洋流冲的连渣都不剩，到现在连极端攻炮都能提前预备。赵平，你这半个月干了我20年都没见过的事儿。温跃层的位置和林浩给的坐标几乎重合，赵平果然不是在碰运气。我有坐标有设备，但没有他的配方。如果我想在比赛中赢他，必须在剩下的14天里破解他的诱饵成分，或者找到比他更好的。3年前7月，赤潮爆发前3天，化工厂排污口流量飙升300%。去年2月，同样的规律，排污峰值和赤潮爆发时间高度平和。平哥当年在每份报告上都用红笔标注了这个数据，他不是不知道原因，他是没有证据。现在这些数据就是证据，我把时间线和排污数据做成对照表，再加上今年的数据，应该够了吧？林总，险保局说收到了一份来自观测站的问询邮件，要求公开2期扩建的具体选址坐标。刘大强，看来他妈的手术成功让他胆子变大了。苏倩，给施工队打个招呼，提前把观测站那条土路封了，就说化工厂2期勘测需要临时占用，手续不用办，放几个路障就行。极端攻号也验证了，主方案投放深度200米，备用方案往东偏移0.3海里，极端攻号再下调15米，3套方式数据全齐了。金三爷，这是我5年来第一次把一件事从失败做到成功，再从成功做到可重复，从可重复做到有备无患。5年磨一剑，魏泽那小子还有14天来敲门，到时候让他看看什么叫真功夫。23个名字，23个红手印。大强，明天我亲自送到环保局去。老村长，明天我也去。如果环评科有疑问，我在场可以当面解释。平哥说过，数据不会说谎，但数据需要人替他说话。陈教授回信了，他建议我写成论文投到下个月的国际海洋生态论坛。他还说，他可以亲自来黑金号看一次投放。那管情好。对了，我昨天听说刘大强那边在忙公示的事儿，观测站好像提交什么反对意见。环评公示是林浩的化工厂2期扩建，大强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吗？走吧，大强，环保局8点半开门，咱们第一个到。我在村里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去政府部门交材料，没想到是为了告状。老村长，不是告状，是提交公众意见。环评公示本来就该征求公众意见。前面封路了，化工厂2期勘测临时占用，你们要出去绕路吧，从村后面那条小路走，多绕2公里。这张通市政部门的审批编号只有化工厂的公章，临时暗道需要市政和交警联合审批，这张通知不规范。不规范就是故意拦路。我72年从这条路上走了几万趟，今天倒要看看谁敢拦我。照片和录音我都留好了。如果你现在把路障搬开，我们就当没发生过这件事。如果你不放，这份临时占道通知我会和反对意见一起交到环保局。大强，你行啊！什么？他拍了照片还录了音，看来这个刘大强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过这事不能让林总知道，如果真被刘大强捅到环保局，麻烦的是化工厂。便先把路障撤了。刘大强用照片和录音逼退了不合规的路障。又在环保局为反对意见拿到了正式收件编号。林浩还不知道，他随手设下的路障，反而让刘大强学会了用规则反击。观测站的座机没人接，大强的手机也关机了。金三爷，你说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环评公主的事吗？赵平，
你那个发小比你想象的有本事。昨天还有人看到他去环保局交材料。王姐虽然走了，但听说留了本书给他。你那观测站倒不了。收件回去拿到了，反对意见正式进入环评程序。平哥留下的5年数据，我一个字都没浪费。路障也撤了。原来林浩的手段也不是没办法对付。妈今天早上能坐起来了，喝了半碗粥。她说等她出了院，想来观测站看看我修的窗户。路障昨天就撤了，谁让撤的？一群废物！现在反对意见已经进了环评系统。刘大强一个偷数据的东西，倒学会用规则反击了。喂，林总。林总，只要整改方案通过评审，2期扩建还是能按计划推进。至于刘大强，他也就这15天能折腾。公示期一过，公众意见就不再有程序效力了。温跃层的位置我已经测出了7个坐标，全部集中在赵平投放点周围不到1海里的范围间。我承认他有技术，但比赛比的不只是技术，还有船和设备。他靠配方，我靠设备。谁说设备不能赢配方？金三爷，第4次和第6次排到的鱼都有同一岛靶，2次都是同一条鱼，说明这条蓝鳍金枪鱼已经把我们的范围笑点当成了固定觅食场。同一岛靶？那这条鱼是咱们的老熟人了，来了好几次了吧？这说明他不是偶然路过的，是真的记住这儿有吃的了。电话线把深海和近海连在一起，他们都在这片海上，一个守着观测站，一个守着黑金号。林浩的环评攻势还剩12天，魏泽的赌约也还剩12天。队长，总算打通了，你还好吗？观测站那边怎么样？平哥，我没事，观测站也没事，仪器都在正常运转。今天的已经记完了。你在深海还好吗？我这边很好，配方成功了，数据也齐了。大强，我听说了环评公布的事儿，老村长的联名信，王姐帮你反对意见，还有你拍照片、录音逼退路障，你做得很好。那些5年数据放在档案柜里，我自己都没想过能用它们来对付林浩，你比我更有种。那些数据我用了你的配方给林浩高养殖，全搞砸了，我欠你的还没还完。大强，你听我说，配方的事儿你搞砸了，我也搞砸过。你欠我的不是数据，是信任。你现在守住观测站，就是把信任还给我了。我们扯平了。平哥，谢谢你。观测站我会守到你回来，林浩我这边还能拖住他。你在深海岸进比赛，魏泽那边你多注意。魏泽的事你不用担心，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比，就让他来比。倒是你那边的事，我听老村长说了，林浩这个人不会只出这一招，你自己多留个心眼儿。我知道，你放心，观测站里外我都盯着。林总，路障的事是我让施工队撤的，我判断当时的情况不值得冒这个风险。我知道您可能会不高兴，但我认为这是目前最稳妥的处理方式。这件事到此为止，你把精力放在整改方案上，我要在这12天里把化工厂的局面稳住。至于刘大强，要想让他彻底安静，得换个思路。他妈什么时候出院？那是魏泽的船，他也在加练，看来确实没打算用林浩的数据。金三爷，这场比赛忽然变得有意思了。他测他的，咱们3套方案都有了，大鱼连觅食记忆都形成了，他还能比得过咱们？论文提交了，陈教授说标题他加了可重复性4个字，这几个字是评审最看重的东西。论文我不懂，比赛还剩11天，你打算怎么安排？我想趁这个空档联系一下张总，看看他上次说的生态保护联盟怎么样了。林浩的事得靠更多人一起对抗。林浩3天没联系我，他知道我买了自己的设备，应该猜到了我不想当他的妻子。不过我对他的数据没兴趣，不代表我对他的动机没兴趣。他那么恨赵平，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大强，你看这个，不设发言环节，就是把人叫过去听他们念一遍宣传稿，这叫座谈会，去还是不去？去，还要把能带的人都带上，不设发言环节也是正式程序的一部分。林浩想用走形式，我们就用人数告诉他，这个形式没那么好走。刘大强肯定会来，他想玩程序我就陪他玩。座谈会上把 PPT 做漂亮点，让那些渔民以为扩建后能去深海区捕鱼。至于刘大强，让他在底下坐着听就行。有时候让一个人有力使不处，比直接打他更难受。明白。另外，林总，魏泽那边已经3天没有回复了，需要我再联系他吗？张总那边定了下周3开筹备会，如果生态保护联盟能成立，黑金号可以成为第1个示范点。到时候化工厂连原址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说。联盟的事儿我不懂，但你拉人入伙这本事我服。刘大强印好了反对意见的副本，准备在3天后的座谈会上让林浩看到。赵平的7次投放数据全部完成，论文摘要已经提交给国际论坛。11天后赌约到期，环评公布也将在同一天结束，而真正的风暴还未来袭。欢迎各位居民参加座谈会，请先签到，书面意见可以在会议结束后统一提交。不用等会后，反对意见的正式提交时间是环评公示期内任何时候。我现在提交，麻烦你登记收件。副本一共23份，对应今天到场的每一户居民。正本已经在环保局备案了，编号我也可以报给你。各位乡亲，2期扩建不是要抢你们的渔场，是要给大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扩建完成后，深海养殖区会向本地渔民开放合作，你们出船，我们出技术，利润化工厂赚3成，你们赚7成，是白纸黑字的合同。会后各位可以去苏秘书那里登记意向。3期分成说的好听，
排污数据造假的时候怎么不说分成？林总，我能提一个问题吗？不是发言，是书面意见的补充材料。您刚才提到的深海养殖区废水零排放，这个技术的具体实施方案什么时候可以公开？这个问题很好，具体技术方案会在环评公示节后对外公开。至于第三方认证，化工厂一直配合环保局的各项检测，这就是最好的认证。你刚才那个问题问得好，他没想到你会问零排放的第三方认证。大强，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些东西的？王姐的书里有专门讲环评的，我就是把书上的内容变成了一个问题问了出来。金三爷，你看他的行为模式，他今天不是被诱饵引来的，也就是说，他记住了这个地方，以后不管我们放不放诱饵，他都会来这里巡逻。这就是生态修复的核心，不是把鱼引过来，是让鱼自己留下来。不放诱饵他都来，那魏泽还比什么？他就算有再好的设备，也拦不住一条记住了回家路的鱼。座谈会上，刘大强用一个关于第三方认证的问题戳破了林浩精心包装的环保承诺。林浩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圈出了刘大强的名字。环评公示还剩9天，赌约也还剩9天，林浩的耐心正在一点一点耗尽。刚才陈教授说觅食记忆是首次被影像记录，他建议把这段视频作为补充材料提交，可以申请国际海洋组织的生态技术认证。他还说下周会亲自带团队来考察。那估太好。对了，魏泽那边昨晚的灯几点灭的？我守夜的时候看他一直在测，大概凌晨2点。他测的数据估计已经够了，我想在比赛前和他谈一次。数据齐了，赵平选的位置确实是这片海域最好的温波层界面。我测了这么多个晚上，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投放点。它的配方我没办法复制，但我可以在设备上拉开差距。比赛那天我用声纳阵列提前锁定鱼群位置，只要比他的船快一步到达投放点，就能占住先机。至于林浩，他不联系我，我也不会主动找他。他手里的数据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大强，专家评审会是什么？现在又来个专家评审，是不是还有变数？老村长，专家评审会是好事。林浩想糊弄过去，专家不会让他糊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评审会那天，看专家怎么答复我们的反对意见。23份反对意见，每一份都有数据支撑。如果专家评审采纳了反对意见里的数据，2期扩建的划评可能通不过。苏倩，你查清楚赵平和谁有联系。林总，海洋大学那边的陈教授，如果赵平有他的学术支持，再想扳倒赵平可能更难了。你是不是考虑换个思路？还有几天比赛，今天来是想说一句，不管比赛谁赢谁输，深海生态修复的技术路线不能断。放心，我要是赢了，会继续用你的数据做生态监测，不是因为认同你。如果你的联盟需要设备支持，龙沙俱乐部可以考虑。联盟筹备会你愿意来的话，带一套设备清单就行。赵平在比赛前主动找到魏泽，不是为了求和，是为了守住那条技术路线。魏泽答应了，不是因为认同，是因为他测试了这么多天，从数据里看到了同样的东西。明天就是比赛了，这1个月从第一次投放失败到现在鱼自己跑来巡逻。赵平，我金三爷在海上混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谁把一件事从失败做到这个程度。金三爷，明天不管结果怎么样，这片海已经有了觅食记忆的鱼群，生态修复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谁也拦不住。明天就是比赛，林浩到现在都没联系我，也好，省得我还要费心思应付他。韭菜鸡蛋馅的，老伴特意多包了一盘。大强，明天赵平是不是要和那个姓魏的比赛？他有把握吗？平哥说他有信心。老村长，明天我也要做一件事，专家评审会还有几天，我要把座谈会补充材料再整理一遍。平哥在海上比赛，我在暗中等他回来。魏泽指望不上了，赵平在深海搞出了觅食记忆，陈教授又要带团考察，化工厂想动他难了。观测站那边，刘大强把环评程序吃得越来越透，不过观测站周边那片海域的测绘报告还在我手里，如果评审会结果不如人意，只能用最后那招了。爷爷，明天就是比赛了。28天前，我第一次站在这片甲板上，第一次投放被洋流冲得干干净净。那时候我以为5年白干了，每一次失败都在给最后一次成功铺路。大强在岸上守住了观测站，觅食阵记忆也形成了。明天不管和魏泽谁输谁赢，这片海的修复已经开始了。比赛前夜，赵平把记录仪留在了星空下，魏泽合上了赛前最后一份数据，刘大强提前写下了明天的日期。3个人在同一个夜晚守着同一片海，而明天将是所有人同时亮剑的弟子。金三爷，今天用主方案200米温跃层，每秒半米投放速度。如果洋流有变化，立刻切换到备用方案。魏泽的船快，但他的声纳阵列有个特点，开机前15分钟需要越热，我们比他早一步到达投放点，就能占住先权。收到，脚婆交给我，你放心指挥。声纳预热开始，投放点锁定。赵平的主投放坐标和我预测的完全一致，他会在温波层200米深度释放诱饵。我用声纳阵列提前标定鱼群位置，然后从侧翼切入，注意和他保持距离。这是比赛，不是围猎。投放到达200米温跃层界面，诱饵开始释放，一切正常。金三爷，绞盘锁定，接下来就是等了。锁好了，你看魏泽那边，他的声纳阵列刚下水，咱们比他快了至少10分钟。鱼群已经向他的投放点聚集了，速度比预期快。他的配方对小型鱼群的吸引力确实比我强。没关系，换备用方案，投放深度不变，坐标往东偏移，从侧翼释放诱饵，截住被他吸引过来的鱼群。只要我的诱饵浓度能在温波层形成第2扩散带，鱼群会在2个投放点之间分流。来了，那条有疤的鱼，它自己来了。声纳上显示它没等着完全扩散就出现了。赵平，你快看，它没犹豫，直接冲投放笼去了。他记住了，
不管今天有没有比赛，他都会来。金三爷，通知操作室，水下摄像头全程录像，让数据说话。金三爷，把水下摄像头画面截图保存，投放时间、鱼群反应时间、品种确认，全部记录。这场比赛不是赢给我看的，是赢给数据看的。保存了。赵平，密室记忆这一仗打得漂亮。赵平发的截图我收到了，密室记忆你是对的，不是诱饵引来的，是他自己记住了。赵平，这次你赢了，黑金号归你。不过你的数据我还要继续用，一码归一码。专家评审会后天上午9点，王科长说反对意见专家组会逐条答复。平台这边你先盯着，我得回岸上。评审会需要我亲自到场，有些数据只有我能解释清楚。去吧，这里有我。后天就是评审会了，大强，你说专家组真的会一条一条看我们的反对意见吗？会的，环评条例规定，专家组必须逐条答复，而且答复内容要公开。专家组就算想笼统答复，证据也不允许。大强，我回来了。平哥，你回来了，欢迎回家。观测站被你照顾得很好，我欠你一声谢谢。这些数据我攒了5年，没想到第一次派上大用场是在环评评审会上。大强，后天你跟我一起去，反对意见是你提交的，座谈会是你去问的。平哥，你不在的时候，我翻完了王姐那本技术规范，环评条例那章我读了至少5遍，专家问什么我都能答。林总，专家组的组长是省环保厅退下来的老专家，以严格出名。如果专家组采纳了反对意见里的数据，2期扩建可能真的要搁置。那场比赛赵平在深海赢了魏泽，现在又要回岸上赢我倒要看看他的数据能不能挡住化工厂的扩建。爷爷，我回来了，观测站还在，大强守住了它。后天就是专家评审会，你留下的季立义，我攒的5年数据，大强整理的反对意见，王姐的书，老村长的联名信，还有陈教授的论文和密室记忆的录像，所有人的东西都在这张桌子上。这一次，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守这片海。首先，请观测站负责人赵平陈述反对意见。我的反对意见有3条：第一，化工厂2期扩建的坐标模糊；第二，近海5年赤潮爆发时间与化工厂排污高度重合；第三，化工厂提出的零排放承诺，至今没有第三方检测认证。我的陈述完毕。组长，化工厂愿意配合所有整改要求。关于赤潮时间线，观测站的数据只能说明赤潮发生了，不能证明是我们造成的。林浩，每次赤潮爆发之前，你们厂排污口的流量数据就飙升了300%。如果您说是巧合，5次赤潮都和排污峰值时间线重合，这都是巧合吗？组长，我这有段视频。这条蓝鳍金枪鱼在过去几次里反复出现在同一个投喂点，这证明我的配方已经让鱼群形成了密室记忆。我可以保证，5年内赤潮频率可以大幅降低。我用这个记录器测出的数据，都在这片海是可以修好。没想到他的孙子还在守着这片海。经专家组审核，3条核心意见认定有效，环评报告退回修改。化工厂在重新提交的环评报告获批之前，任何形式的填海施工均不得启动。环评被退了，启动备用方案，把观测站门口那条土路的拓宽工程提前，不需要审批，就说化工厂2期勘测需要临时施工。如果有人拦，把测绘报告给他们看，他们来找我。环评刚被退回就动土路，化工厂的整改资格可能会被取消。你真的确定要在这个节点上动手？专家组组长认识爷爷，他说爷爷带着这台解离器跟了他一整趟航程。大强，你的5次赤潮时间线数据推翻了0号的巧合论。今天是我们赢了，不是赢在运气，是赢在证据。观测站的5年数据，陈教授的配方，金三爷的平台，你的反对意见，所有人的东西都在评审会上说了话。大强，这1个月的记录我看了，数据连续，标注清楚，比我自己记得还好。王姐那本书你确实读透了。今天开始，观测站恢复正常值班，你负责上午的数据采集，我负责下午，2个人一起守，这片海就不会再出问题。好，平哥，评审会的老村长已经通知村里了，张叔和李婶都说晚上要请你吃饭，他们说这顿饭攒了1个月了。大家放心，评审会结果出来了，咱们村的项目通过了。停车！你们是什么单位的？这条路通往观测站，不是施工通道，谁让你们来的？化工厂2期勘测，这条路要拓宽，临时施工。大爷，您让一下，别耽误工期。环评报告昨天刚被退回，你们林总没告诉你吗？在环评通过之前，任何勘测施工都不具备合法性。大强，照片拍清楚，全部留档，和上次封路的通知一样，没有市政审批编号。林浩，这是对专家组裁决的蔑视。林总，昨天评审会，今天拓路，环评裁决书还没互热，施工队就被拍了照片。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次都是在帮他把证据攒得更齐？喂，林总，不好了，让派，施工队撤。不过撤之前把路障放下去，只放路障不算施工，不算违规，等风头过了再动工。大强，这些路障算不算违规？但路障也属于占道行为，需要市政部门审批。那条路我们走了几十年，几个路障拦不住任何人。魏泽，你上次说过你不想当他的棋子，现在他正在失去最后一点耐心。你手里有和他往来的全部记录，如果有一天需要这些记录作为证据，你愿不愿意拿出来？赵平，我和林浩没有合作关系，如果你需要那些记录，我可以给你。我也不想让这种人继续在近海待下去。大强发的路障照片我看了，
栈道管理条例我查了，没审批编号的路障属于违规栈道，可以打城管热线记录检测多了。还有赵平，王姐，等你回来。还有，你父亲怎么样了？好多了，等他完全好了，我就回观测站看看你们。那条有疤的鱼今天又来了，赵平，觅食记忆彻底稳了。对了，魏泽最近在打听林浩的化工厂排污记录，你说他是不是打算把林浩那些见不得人东西捅出来？让他查，他查到的东西越多，对我们越有利。金三爷，你帮我留意一下魏泽的动向。林浩骗了我，他不是要帮我赢比赛，是想用我来毁掉赵平的配方。他的排污数据我马上就能凑齐，一旦公开，化工厂不要说扩建，原址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张总那边确认了，筹备会下周3开，地点在黑金号，魏泽答应出席，金三爷替我们招待。陈教授考察队也是下周3到。大强，你把路障的照片和这次的脱路证据整理好，提交的时候记得引用栈道管理条例的条款编号。都记好了，今天把这份交上去，加上之前的，就是完整的证据链。爷爷，比赛赢了，明天上午9点联盟筹备会，所有人都会带着他们手里的东西过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联盟，这是所有守海的人一起建的联盟。你刻的这4个字，明天会有更多人看到。桌子摆好了，椅子够坐。张总、陈教授、魏泽，还有几个你联系的环保组织代表都在路上了。赵平，这阵仗比我当年出海打鱼还大。不是阵仗大，是人多力量大。金三爷，会开完，黑金号就不再只是我们2个人的平台了。生态保护成立以后，化工厂要动的就不是观测站，是整片海的所有守护者。赵平，国际海洋生态论坛下个月在南海举办，分会场报告我推荐你来做。赵平，今天联盟章程草案我带过来了，生态保护联盟今天就正式成立。第一笔启动资金我来出。各位，觅食记忆已经稳定运行，我提议向所有愿意做生态修复的企业和个人开放数据。在座各位都是来谈生态修复的，那我提供一份反面教材。我整理了一份化工厂临海排污的完整时间线对照表，这份材料我今天交给联盟存档。现在看来，林浩的化工厂不是被一个人的反对意见打回去的，是被一群人的数据合力推回去的。今天这个联盟就是在数据说话。各位，我会把所有实验数据全部向联盟成员开放。今天在座所有人签下的名字，就是这片海最强的防线。联盟成立了，他把所有人都拉到了他那一边，备用方案不用等了。苏倩，化工厂2期扩建计划正式撤回，这场仗打到现在是我输了。林总，这是你第一次承认失败。各位，联盟今天成立，黑金号是第一个示范平台，但不是最后一个。爷爷用了40年在这片海上写下第一个数据，我用了5年把最后一个数据写完。从今天开始，观测站不只是一个站，它是联盟的起点。这片海的故事没有结束，它才刚刚开始。